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会继续安装 Llama.cpp。我们之前安装的 Ollama 和 Element Studio 都是基于 Llama.cpp 发展出来的。Ollama 的界面设计和背后的运作是非常的简约和自动化，所以它非常适合新手小白入门和学习。当你已经很熟练的使用 Ollama 的时候，接下来你就可以安装 Element Studio。在 Element Studio 里，它提供了非常多的选项，可以让你很好的去调整设定，来符合你硬件的效能，来达到最佳化。在 Element Studio 里，如果你已经清楚了解各种参数设置和优化后，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设置和安装 Llama.cpp。在 Llama.cpp 里，它不再经过第三方软体的界面输出而导致一些效能的损失，所以直接运行 Llama.cpp 可以获得更好的效率和性能。在上一集我已经详细完整的讲解如何安装 NVIDIA Driver 和 CUDA Toolkit， 如果你还没看过，请看回上一集。这里我们直接进入安装 Llama.cpp 过程。现在打开我的网址，我将会放在我的说明栏。这里我们先进行系统的升级，我们先把这两行命令给 copy 起来，然后打开 Terminal。在这里我们粘贴，然后 Enter， 然后输入我们的密码。好，安装完成后，我们进行下一步。现在回去我的网站，这一行命令是要你安装 NVIDIA CUDA 的 Toolkit， 如果你还没有安装的话，请看回上一集如何完整的安装。接着我们将要检查我们的 NVIDIA 的 Driver 和它的 Toolkit， 看有没有完整的安装。好，它已经成功辨识我有2张 RTX 5060 Ti， 然后我现在的 CUDA Toolkit 是 13.1。 接着回来我的网站，我们现在要开始安装 Llama.cpp， 我们把这两行的 command 给 copy 起来，然后粘贴。好， Llama.cpp 已经安装完成。在 Llama.cpp 里，它默认是使用 CPU 来运行，所以我们必须自己 compile 自己的 CUDA binary， 让 Llama.cpp 可以顺利的使用 NVIDIA 的显卡来运行本地的模型。所以然后回来我的网站，我们要把这一段命令给 copy 起来，然后回来这里我们要粘贴，然后 Enter。 好，现在我们在做 compile 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写着 CMake CUDA compiler CU fail， 所以我们要把这一段的问题给 copy 起来，然后我们去 Google 寻找解决方案。这里它显示有可能是我们的 C++ host compiler 遗失，所以我们就把这一段命令给 copy 起来，然后粘贴，然后 Enter。 接着我们再看这里，它可能是版本不兼容，所以我们要把这一段命令给 copy 起来，然后再输入这一段命令，然后 Enter。 在安装了这个 GCC 和 G++ 版本13之后，其实还是遇到一样的问题，所以我还是花了一些时间来解决这一个问题。现在我们需要打开 CUDA 的一个文件来做修改。现在回来我的网站，我们往下拉，这里我们需要 copy 这一段命令，这是需要修改这个 CUDA 13的一个命令，然后把它 copy 起来，然后打开 Terminal。 现在我们已经打开这个 CUDA 13的一个文件，然后回来我的网站，
这里我们需要找到第629行和653行，我们需要把这一段命令给添加到这两行的尾端。现在我们回去 Terminal， 在这里我们需要按 Alternate 加 C， 这里它会显示出我们现在正在第几行。现在我们要找629行，所以我们一直往下滑。好，现在我们找到了第629行，这里我已经更改了这个文件，所以它会出现在这里。所以如果你们的还没修改之前，这一段命令其实是不会出现，所以你们需要把它给添加下去。接着我们需要回去第653行，现在我们继续往下滑，这里也是一样，在最尾端，如果你们的文件还没修改前，也是不会有这一段命令。这里是我已经修改后，所以它会出现在这里。当你在修改之后，我们要按 Ctrl O 把它给保存修改，然后再按 Ctrl X 出来。在修改这个文件之后，请重启你的电脑，好让这个修改可以生效。重启完电脑之后，再回来我的网站。现在我们再把这一段命令给 copy 起来，然后回来我们的 Terminal， 粘贴，然后 Enter。现在它应该已经是可以成功的把 CUDA Toolkit 给 compile 出来。好，这一个 Llama.cpp 的 CUDA 终于 compile 完成。接下来，我们也把这一段命令给 copy 下来和安装。现在 Llama.cpp 已经正式安装完成。现在我们是需要下载一个模型来测试这个 Llama.cpp 能不能顺利运作。这里我们是可以去 Hugging Face 那里去寻找我们所需要的模型，又或者我们可以下载这一个 LM Studio， 然后利用 LM Studio 里面的搜寻的工具来下载我们想要的模型。现在回来我的网站，这里我们要往下拉，一直拉到 LM Studio 安装的步骤为止。在这里我们先 copy 这一段命令。然后再 copy 这一段安装的命令。好，现在这一段下载的命令已经过时了，所以我们还是去 google.com 那里，那我们去寻找最新的下载方式。在这里，我们选择输入 LM Studio Ubuntu Install， 然后 Enter。在这里，它会提示我们所需要安装的步骤。这里，我们先把这一段第一段命令先 copy 起来，然后粘贴。好，第一个安装已经完成。现在我们把网页拉回上去，然后我们打开第一个 LM Studio 的网站。这里我们选择是 Linux， 然后我们下载这个 DEB 的安装包。好，下载已经完成。现在我们打开这个 folder， 然后找到这个 download， 这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下载的 LM Studio 安装包。我们现在 double click， 然后选择安装。好，现在安装已经完成。现在我们来打开这个 LM Studio。好，这个 LM Studio 已经成功运行，让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初始化。
好，现在 Element Studio 已经成功运行。等一下，我们要做一些简单的设置。现在我们去 Element Studio 的左下角，按这个 Setting， 这里可以看到 Element Studio 已经成功侦测我的2张显卡5060。然后在这里，它的 Strategy 我们选择 Tensor Parallelism， 然后在这里我们点击 General， 再往下拉。在这里，它会显示它下载的模型要存放在哪里。这里我们不要使用它的默认存放，我们要更改它的位置。这里我们点击 Home， 然后新增一个 folder。这里我们可以放一个 Local Model， 然后 Create， 打开，然后 Select。这样，它以后每一次下载的模型将会存放在我们自己新增的文件夹里面。现在我们关闭这个设置，在它的左方第4个图案，我们点击，这里是给我们搜寻和下载我们所需要的模型。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搜寻我们想要的模型。如果你是以 coding 为主的话，那你可以在这里搜寻Chen-Wen-San folder， 这里会有2个，一个是 80B 的模型和另一个是 30B， 这2个都是以 coding 为主的模型，所以是根据你的硬件的效能来选择下载。今天我们是主要下载给我们的 OpenClaw 和 Hermes Agent 使用，所以我们就下载这一个Chen-Wen 3.6 27B。这一个 MTP 代表着 Multi Token Prediction， 它可以有效的提升 Token Generation 的速度，但是它的速度也是根据我们给予它的任务来决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大神他们会进行蒸馏和优化这一个Chen-Wen 3.6 27B， 所以如果你对于你下载的原本的Chen-Wen 27B 不满意的话，那你可以尝试一下其他的模型。这里它也有一些去审查版的模型，如果你们想要无限制的交流，那你们也可以下载这个模型来尝试一下。如果你们对于Chen-Wen的模型已经厌倦的话，那你们也可以尝试 Google 的 Gemma 4 31B 或者是 26B。不过在我尝试使用这2个模型下来，我发现还是Chen-Wen的模型会比较更好的发挥，所以现在我还是选择Chen-Wen的模型。在这里我们会选择这个 Onslaught 的Chen-Wen模型。在它的下载选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非常多的量化版本，从最大到最小。如果你想要日常使用的话，那这一个 Q4 版本是最低的标准，因为在往它更小的量化版本的话，它的效果会非常的差。在Ubuntu的系统里，它对应资源的消耗没有 Windows 的那么大，所以这里我们可以选择比较大的量化版本，比如说这个 Q6 大概是24GB， 那我们选择下载。下载已经完成，现在我们打开 Folder， 然后按 Home， 接着打开这个 Local Model， 打开我们刚才下载的模型。这里我们会看到有2个模型，因为Chen-Wen它是支持图片辨识的功能，所以它会多了一个 MMPROJ 这一个模型出来。如果一些模型它是不支持图片辨识的话，那它就不会有这一个文件。现在我们回去 Element Studio， 然后关掉这一个下载框。在左手边第3个图案，这里它会显示我们刚才下载的模型。因为这个 Element Studio 只是作为我们下载模型的工具，所以我不会对它进行太多的设置。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回我之前如何设置这个 Element Studio 的影片。
现在我们把这个 Element Studio 给关闭。模型下载后，现在我们要开始设置 llama.cpp。我们现在网页往上拉，在 Ubuntu 的系统里，我们是需要创建一个 shell script 来运行这个 llama.cpp。现在我们要 copy 这一段命令，然后回去我们的 terminal 粘贴。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创建的 shell script。接着回去我的网站，我们要把这一些内容全部给 copy 起来，然后粘贴到我们刚刚创建的 shell script。在这个 shell script 的陈述里面，你们可以根据你们的需求来做更改。这里我会简单的解说一下不同的陈述和它的用处。第一个是 M， 这个是代表着 model。等一下我们需要填一下刚才我们下载模型的正确位置。接着是 MMPRJ， 这一个就是模型的图片辨识能力。如果你有需要用到它的话，那你需要一并的填上刚才正确的模型的位置。如果你不需要用到这一个模型的话，你可以把这一个模型 MMPRJ 和 Image Minimum Token 给一并删除，因为这会另外再占用1到2G 的显存。接着是这个 CDS Size， 这个就是 Context Length 上下文，这个根据你硬件的性能来增加或者是减少。接下来是这个 Batch Size 和 UBatch Size， 一个是预先填充和一个是正式填充，这两个数值是根据我们的电脑的性能来决定，所以等一下我会对这两个数值来进行一些修改。接下来这是给双显卡的设置，如果你是单显卡的话，你可以把这两个参数给删除，而你和我一样都是使用双显卡，是同一个型号和一样的显存的话，那你可以把它的 Split Mode 给设置成 Tensor， 然后在它的 Tensor Speed 是设成 1.1。 如果你是双显卡，但是它的显存容量不一样的话，那你需要在这个 Tensor Speed 这里做一些修改，来符合它的显存的使用量。接着是 Host， 这个 Host 设置了4个0，是代表它允许其他的电脑设备可以连接上这家电脑来使用 llama.cpp。 如果你不允许其他的电脑使用的话，那你得把它改成 127.0.0.1， 那它只允许本机使用而已。这个 port 会是 llama.cpp 所使用的端口，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更改它端口的号码。这个 NGL 则是我们决定要把多少层的模型给加载到显存里面。基本上如果我们的显存足够的话，我们都会尽量把全部的模型都加载到显存里面。除非你是单显卡，而你的模型也太大，那你就要把一些模型给加载到显存里面，而另外一些则要加载到内存里面。接着是这个 Cache Type K 和 V， 这是一个压缩上下文的功能来的，它和我们的 Context Size 是有联动的。如果你把这两个参数给删除的话，那就是它没有进行压缩，这对于你的长任务来说会比较好。而如果你的显存的容量没有那么大的话，那 Q8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甜蜜点，因为如果你再更往下的 Q4 的话，它会损失非常多的讯息，对于我们的长任务来说会造成我们的模型会出现幻觉。接着是对于模型思考能力的设置，这里有2个，因为有一些人他们使用前文 3.6 只是纯粹的使用 coding 为主，所以他不需要模型有思考的能力。而我们如果是使用 Agentic 的话，那我们是要把这一行命令给删除，然后呢，它的这个思考的设置，我们需要把它给限制在一定的数字以内，以防它进行回圈或者是 looping。最后是关于 MTP 这个 Multi Token Prediction 的设置，因为我们的下载的模型是拥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必须配合这一个参数。如果你下载的模型是没有 MTP 的话，那这3个参数你可以删除。现在我们需要按 Ctrl 加 O 给保存，然后 Ctrl X。现在我们重新打开这个 Shell Script。来输入刚才我们下载模型的正确位置。
现在打开我们的 folder， 然后这个 local model， 接着我们把这一个位置给 copy 下来，接着我们打开 rename， 把这一个名字全部给 copy 起来。接着是我们的图片的辨识能力的模型，接着是这个 context size， 必须记得任何更改这数值，不管是增加还是减少，都会联动影响到这个 KV cache 的压缩所需的显存。现在我来更改这个 batch size 和 u batch size。然后这个端口要改成自己的端口。最后是模型的思考能力，因为我们要配合 Hermes Agent 或者是 OpenCode 来使用，所以这一行我们必须把它给删除。接着它的 Reasoning Budget 我们把它给限制为04096。这些全部设置好后，我们按 Ctrl O 给保存，然后按 Ctrl X。接着回来我的网站，这里我们需要 copy 这一段命令来赋予这一个 shell script 它有执行的权限。现在我们要把刚才已经设置好的 llama.cpp 的 shell script 给 copy 进去 llama.cpp 的文件夹。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所设置好的 shell script， 我们把它给 cut， 然后选择 home， 找到我们这个 llama.cpp， 在这里我们新增一个 folder， 叫 shell script。把我们刚才所设置好的 shell script 给放进这里。现在回来我的网站，我们要 copy 这一段命令，要另外设置一个快捷键，然后把这一个内容把它给全部 copy， 然后粘贴进去。这里我们要放入刚才我们的 shell script 的路径。在 exec 这里，我们要放上 shell script 的路径。这里我们需要放上一个开引号，然后盖上关引号。这里我们需要把它的路径给 copy 起来，然后按 Ctrl O Save， 然后按 Ctrl S 出来。因为我们已经更改了 shell script 的路径，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授权这个 shell script 可以执行。所以我们输入这个命令，然后粘贴刚才我们 copy 的路径，然后 Enter。好，这里出现一些问题，这里显示在我们的第一张显卡，它的 memory 已经不足够，所以我们必须回去我们的 shell script 来重新更改一下它的那个 split mode。现在我们回去 shell script 的 folder， 然后打开这个 shell script， 这里我们要找到这一个 tensor split。第一个是我们的第一张显卡，这里我们先把它改成 0.8。第二个我们是可以改成 1.2， 然后按 Ctrl S Save， 然后把它关闭。现在我们再次打开这个 llama.cpp。好，现在 llama.cpp 已经成功的运行，
我们也可以打开这个 NVTop 来看一下它的显卡的容量。现在第一张显卡它的显存使用量已经达到了 15.7， 然后第二张显卡也已经达到了 15.2。 现在 Llama 的 CPP 已经运行，我们可以直接从浏览器打开它。这里我们打开新的一页，然后输入这一个网址，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刚才设定的端口，然后 Enter。现在我们来叫这个千问3.6来制作一个游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现在的 token generation 很高一些，它比我们在 Windows 的环境下还要高出1倍。然后在之前的时候，我们已经设定了我们的显卡的功耗只到150瓦，所以现在它也只是在这150瓦附近运行而已。然后可以看到我的第二张显卡已经达到了71度，如果没有限制显卡的功耗的话，它可能会冲破80度。好，游戏已经完成，那我们来尝试一下。这里有提示，我们只需要使用左右的箭头还有 Spacebar 来射击。看起来游戏的完成度还可以，而且流畅度也不错。现在我要开始安装 Hermes Agent， 这里我就不详细解说安装过程。如果你们想知道如何安装的话，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现在 Hermes Agent 已经成功设置完毕，我已经把它给连接到 Discord 和 Telegram。在我们设置好 Hermes Agent 过后，如果你们在设置通讯软件，比如说 Discord 和 Telegram 中间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呼叫 Hermes Agent 帮你们解决问题。在我们单卡或是双卡有 32GB 显存和有 Ubuntu 系统的环境下，Hermes 的运行速度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不管是在翻译、辨识图片或者是检视文件下，它都可以很好的胜任这个任务。如果你们想要纯聊天的话，我会建议下载千问3.6 35B 这一个模型，它每一次只激活 3B 的知识量，所以它的回复速度会非常的快。这一集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记得 Like、Share 和 Subscribe。如果你们还想知道更多的知识，请记得在底下留言。我们下一集影片见。